渔民从海里打捞起一只装满龙虾的鱼龙陷阱，这种投放到6米深海底的陷阱，只要守株待兔2天时间，便能够收获到最少200斤以上的龙虾上岸。而且每一只鱼龙陷阱都能以暴龙的方式出现，每出海一次就能让当地渔民赚到的钱比你搬砖1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轻松让他们实现人生的第1桶金。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牙买加渔民出海捕捉龙虾的过程。黑板库里拉一大早便带着2只捕捉龙虾用的鱼龙陷阱出海投放，顺便打捞起已经投放2天时间的陷阱上船，捕捉困在里面的龙虾。这次他还带着小弟拉西和船夫拉库里一同出海。此时昨晚还没有嗨够的库里拉手拿哈皮继续在船上谈笑风生，发誓要将海底下的龙虾一笼打尽。此次他们要在距离海岸不远的海域进行捕捉龙虾，这里的鱼资源丰富到让他们一辈子都吃喝不愁，并且用于制作鱼笼的材料也是极其简单，这样便能大大的减轻捕捉龙虾的费用。随后在他们早已选定好的位置上，自信满满的快速投下新增加的2只捕虾陷阱。他们需要不定时的增加鱼笼陷阱来替换已经损坏的旧陷阱，这样才能不断的收获到大量龙虾上船。此时他们笑眯眯的开始驾船赶往前2天放置捕鱼陷阱的位置，同时穿上黄色的半身防水衣，防止被打捞上来的龙虾给弄湿底裤。然而陷阱的上方并没有挂上浮漂作为标记，此时船上的一只4爪铁钩变成了打捞鱼龙陷阱时的最有力工具。扎着马尾辫的拉西为了各位观众老爷们能够明白它的使用方法，还直接示范了起来，而且怕大家看不懂，就连打个绳结也是那么的有板有眼。因为此前已经在船上做了标记，拉西凭借着第6感很快便知道鱼龙陷阱所处的位置，立刻快速将铁钩给抛入到了海里。随着渔船在快速的前进，绳索也在快速的往海底下沉去。当绳索下沉到20米的时候，拉西随后便将绳索进行了固定，这时只能依靠渔船拉动铁钩来把水下的鱼龙陷阱给勾住。他们凭借着多年丰富的捕鱼经验，没有意外的意外，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便将水底下的鱼龙陷阱给勾到了手。拉西手上的第1只陷阱空空如也，而库里拉刚拉上船的第2只陷阱虽然也没有爆满，但还是有不下10只龙虾困在了里面。此刻可把库里拉给乐出了响，还不停地在左右摇摆来庆祝这一笼的大丰收，同时精神抖擞地将全部龙虾都给抖擞了出来。而这些本不该进入鱼笼陷阱的小杂鱼，却意外给库里拉他们进行加餐。可以看到，刚捕捉到手的龙虾体型足有2斤重，并且还跟他的手掌差不多大小。随后再将已经清空的鱼笼陷阱重新投放到海底，估计再过48小时，里面又是满满的一笼虾货。此时刚打捞上来的另外一只鱼笼还没有完全出水，龙虾便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笼。就在陷阱浮出水面的瞬间，又有着20多只龙虾被困在了里面。到这里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海底已经成了龙虾的地盘，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一片海域的龙虾多呢？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天然龙虾养殖场。此时陆续打捞上来的鱼笼陷阱里面都会藏有不少龙虾，而刚收集上来的3只陷阱便已经收获到不下50斤的虾货。有些相对较小的龙虾会被重新扔回到海里，让其再继续野蛮生长出更大的体型。此时一对从小便生活在一起的青梅竹马也被一同打捞上船，库里拉居然调皮的让他们玩起了成人游戏，不过最后还是非常有人性的将这一对情侣放回到了海里。紧接着他们继续打捞起第4只陷阱，很明显这一只鱼笼比之前的那些还要重些。当陷阱底部露出水面的那一瞬间，又是一堆生猛龙虾呈现在了眼前。今天的大丰收可把他们的嘴角乐得止不住的往上翘，比起在地上直接捡钱来的还要快。就这一个鱼笼捕捉到的龙虾数量就已经抵得上前3只鱼笼的总和，数量庞大的龙虾还直接把陷阱的开口给卡住，而且抖也抖不出来。这一笼足足把龙虾的10大姑8大姨全都给捕捉到手。这时库里拉只好亲自出手请他们出笼。经过库里拉亲自动手解围之后，才把众多龙虾给抖入到了船舱里。时间很快便已经来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已经把最后1只鱼笼陷阱给打捞到了船上。在把最后一批龙虾都给倒入到船舱之后，里面除了3两条小杂鱼之外，其余的基本上全是生猛的龙虾，而且龙虾已经占满了整个船舱，使得站立的地方也已经没有多少。此时兴奋不已的库里拉拿起龙虾就是一阵炫耀。在把龙虾抬回到岸上之后，他们便立刻倒出所有龙虾，那一瞬间简直不要太爽。只要海底里的龙虾资源足够丰富，就不怕捕捉不到如此之多的虾货。此时他们还需要进行大小分类并且称重，半天时间就收获到满满的6大袋龙虾，并且还足足有200斤重。出海一次轻松收入100把块钱，那是分分钟的事，这可比上班搬砖1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上不少。